大家好，我是巧巧妈。这一期我们来做皮蛋。传统皮蛋的制作过程中会产生氢氧化钠，现在有这种食品级的氢氧化钠，我们可以直接用它来做皮蛋。它是一种强碱，它也常常用来做碱水面包或者碱水贝果。鸭蛋、鸡蛋、鹌鹑蛋都可以用来做皮蛋。蛋壳上都会有一些小气孔，碱就是通过这些小气孔进入到蛋的里面，让蛋清和蛋黄里的蛋白质变性，成为凝胶果冻状，这就是做皮蛋的基本原理。这是食品级的氧化锌，我们用锌代替了传统做法中的铅。传统工艺中，铅能堵住蛋壳上部分小气孔，避免过多的碱进入蛋内部，这样就提高了做皮蛋的成功率。但是大家都知道用铅不安全，所以我们用食品级的氧化锌。这是因为锌和铅一样都是重金属，所以同样可以堵住蛋壳上的气孔。我们还会用到茶叶，这是我们后面会用到的普洱茶。其他的茶像红茶、绿茶、乌龙茶都能做皮蛋，就是做出来的颜色有差异。先来泡茶，水烧开，开水里加入普洱茶，盖盖泡15分钟，泡出茶色。我们要用塑料容器或者是陶罐，玻璃容器、木质的或者一些不锈钢容器会和氢氧化钠溶液发生反应。加粗盐，食品级的氢氧化钠，食品级的氧化锌。加水，搅动加速溶解。静置6个小时以上，或者放1宿都行。今天来做2种皮蛋，我准备了新鲜的鹌鹑蛋，还有新鲜的鸡蛋。把蛋洗干净，如果有个别蛋飘起来了，说明那个蛋已经不新鲜了，要挑出去不用。有裂缝的蛋也要挑出去。用塑料容器装蛋，加之前调好的氢氧化钠溶液，液体要刚没过蛋，加密封的水袋，不让蛋飘起来，放到阴凉避光、温度变化不大的地方浸泡12天。具体用多少溶液，其实跟大家用来装蛋的容器形状有关，所以建议大家一次稍微多做一点氢氧化钠溶液，这样才足够把所有的蛋浸没。具体溶液的用量参考，我会放到视频下的文字里。大号的鸡蛋同样避光保存，浸泡14天。12天后，我们把鹌鹑蛋捞出来，加水，洗干净，擦干水分。先剥个鹌鹑蛋，看看里面。蛋清凝固得很好，蛋黄是糖心儿的。再来看看鸡蛋，传统意义上的烹饪是靠热量让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性，皮蛋的制作是个有意思的例外，它是靠把 pH 值调为碱性，再加上时间的作用，使蛋白质变性来把食物做熟。我们把2种蛋各分成2组，一组直接装塑料袋里密封。这种做法，塑料袋里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空气。另一组用真空机抽真空，你看，盖子凹下去了，说明瓶子里没有空气了。手边没有真空机的话，也可以用这种石蜡把它加热融化，包裹在蛋的表面，来隔绝空气。现在的皮蛋还不能吃，要继续等待1个月以上，皮蛋的碱涩味会减弱。等待了1个月，我们的皮蛋做好了。皮蛋可以直接吃，吃之前也稍微煮一下，这样更容易剥壳。滚开的水一次少煮几个蛋，这样开水就不会迅速降温。用罩里放下去，煮30秒。捞出来立刻进冰水。先看真空瓶里的鹌鹑蛋，
哎，变黑了。蛋清非常的 Q 弹，蛋黄已经凝固了，这是开水煮1分钟的状态。再看塑料袋里的鹌鹑蛋，它是金黄色的水晶皮蛋，所以皮蛋颜色的差别应该与是否接触空气有关。这个蛋黄还是部分糖心儿的，是开水里煮30秒的状态。如果喜欢完全糖心儿的，不煮开水就能实现。再来看看鸡蛋，同样的方法，开水煮1分钟，立刻入冰水，终止蛋继续熟化。大家应该知道了，这个水晶皮蛋是装塑料袋里的，鸡蛋比鹌鹑蛋大一些，开水煮1分钟，蛋黄的糖心状态刚刚好。哎，这个蛋清上看到松花了，它是一种漂亮的立体结构。松花是强碱和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产生的盐晶体。再来看我做过的失败的皮蛋，蛋清成型不好，不够 Q 弹，蛋黄凝固的还不错。有这种特征的皮蛋，是因为蛋接触了太多的碱，导致蛋清的蛋白质水解了。简单说就是蛋浸泡碱水太久了。这个失败的蛋，我当时泡了16天。皮蛋是碱性的食物，所以通常蘸点醋来吃，酸碱中和。我们今天来做个皮蛋豆腐，用嫩豆腐倒扣在盘子上，如果不容易脱模，在一个角上剪个小孔，豆腐就落下去了。来调个汁儿，辣根、香醋、白糖、生抽、香油。像这种品质的糖心水晶皮蛋并不是很容易买到，而且自己做也不难，大家试试看。浇汁儿，泼热油，豆腐的软嫩和皮蛋的 Q 弹相得益彰。谢谢收看，下回见。